在2023年的今天，有什么办法能在3个小时之内感受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不同风情呢？是打开一张苏联地图，把老地名都认一遍，还是拿起一本苏联国情的书，从头到尾快速翻一遍，又或是百度或者 Google 出一部苏联全景纪录片刷一刷？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 在莫斯科城北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它既能让你感怀当年苏联大家庭的多姿多彩，又能让你直接体验拆伙分家30多年之后极其明显的亲疏有别，甚至还能通过买和吃来体验地道的各地民族文化。它就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博览综合体——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 VDNХ。相信读过小说或者玩过同名改编游戏《地铁2033》的朋友们，对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现实中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俄罗斯之行的最后一期，就让我们先来看看 VDNХ。从莫斯科市中心出发，到达展览馆的公共交通路线也是地铁和公交均可。地铁站名就是 VDNХ 国民经济成就展，而公交站名是国经成就展地铁站 Metro VDNХ。我选择了有轨电车转公交，路上会经过1967年完工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另外，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了穿莫斯科交运公司制服的工作人员带着扫卡器查票的情况，看到了有位年轻小妹被现场罚款，提醒大家在刚上车时别忘记主动刷卡。地铁和公交在展览馆园区南侧停靠，高32米的南门也是1954年之后的展览馆正门，凯旋门样式，象征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胜利。它由6对方柱组成，并配有柱顶，正对展览馆的中央大道。从正门前的广场上沿着中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中央大道另一头的列宁像和中央馆始终都被正门的门柱环绕，每根柱子上装饰有不同的农业专家形象的浅浮雕。拱门的顶部是覆盖金色马赛克的雕塑，拖拉机司机和集体农场劳动者，一男一女，分别象征展览馆工业和农业并重的主题。国民经济成就展的前身农业展览馆的概念早在1935年就产生了，当时为了迎接苏联成立20周年，反映农业集体化社会改造的积极一面，苏共中央决定在奥斯坦金诺森林公园旁修建全联盟农业展览馆，并委任刚从美国归来的奥尔塔热夫斯基担任农展馆的首席建筑师。本期稍后介绍的莫斯科乌克兰酒店同样是他参与设计的。整个园区本来计划在1937年完工，但因为在大清洗中，奥尔塔热夫斯基被举报在展览馆的建筑中放进十字架的秘密标志，还在施工现场怀念美国的生活，说英语，最终落马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整体工程延迟了整整2年，最后才在1939年8月1日完工。1954年，莫斯科农业展览会成功举办之后，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1954到1956年间，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中心、武汉展览馆、广州展览馆在苏联专家的支持下相继落成。这些展览场馆后续在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1956年开始，展览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农业，而是扩展到了工业和建筑领域。农业展览会也正式更名为国民经济成就展，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 VDNХ。1994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展馆都被关闭了。沉寂将近10年之后，独联体各国成员开始协商重新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以全新的身份展现自身的文化和风貌。2014年，在现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的倡议下，园区的名称又恢复成了1956年的 VDNХ， 并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展馆功能正式变更为现代博览及会展园区。走在中央大道上，两旁的花园已经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面貌。位在中央大道列宁像身后的就是高90米的中央馆。看过第2期 vlog 的朋友们应该对这种立方体加金色尖塔的建筑样式不陌生，它和圣彼得堡海军部的风格如出一辙。当然，同时还融合了上期我们介绍过的未建成的苏埃宫的设计思路，远距离感知比例、简洁的细节以及阶梯式构图。展馆上方正中嵌入了巨大的苏联国徽，两旁则由1954年时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国徽拱卫，比通常认知中15个多出来的那一个加盟共和国是卡列利亚芬兰。中央馆的正后方是友谊广场，这里最有名的地标就是一南一北2个大喷泉，一个是象征16个加盟共和国情谊的友谊喷泉，而另一个是取材于乌拉尔民间传说的石花喷泉。不过我去的时候2个喷泉都在整修，被围栏围得严严实实。围绕这2个喷泉分布的也正是苏联1954年时的16个加盟共和国的场馆。顺时针首先看到的是4号吉尔吉斯馆，爱沙尼亚和吉尔吉斯混搭风格，展馆整体外观和塔林的友谊电影院类似，
2010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展览中心入驻，目前展馆暂未向公众开放。旁边是5号拉脱维亚馆，建筑的主立面是由12根柱子组成的门廊。11号馆是当年的哈萨克苏埃共和国馆，今天是哈萨克斯坦贸易展览中心。2011年之后，当年的冶金展馆又恢复了1954年哈萨克馆的历史面貌。3跨拱门是主立面，装饰有哈萨克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和生产劳模齐加纳克比尔西耶夫的纪念碑。就像70年前一样，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馆依然在诉说当年哈萨克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博览会，但更多的是在突出离开苏联之后新生共和国的历史文化和成就。14号阿塞拜疆馆有着浓郁的阿塞拜疆民族风格，主立面有16米高的双柱门廊，门廊上饰有民间装饰图案、鎏金窗格、金葡萄藤彩画和阿塞拜疆国徽，檐板上还有五彩缤纷的马约里卡彩陶花纹。2014年以来，在阿利耶夫总统的支持下，阿塞拜疆贸易展览中心重回莫斯科。18号是白俄罗斯馆，这座3层建筑的正面是一个巨大的双排柱廊，柱顶上刻有模仿白俄罗斯刺绣织物的花环，后面是一个半圆形庭院，墙上装饰着壁画，白俄罗斯人民建成了社会主义。走进目前是白俄罗斯贸易展览中心的展馆内部，可以看到围绕大厅中央俄白友谊的相关图片展。上方的穹顶一侧悬挂着白俄罗斯从1920年开始直到现在的主要国徽样式。隔着广场还在整修的66号乌兹别克馆有个非常特别的乌兹别克风凉亭，柱头上装饰着红心、灌木和棉铃图样，两侧则是柱廊和乌兹别克传统艺术及手工艺的灰泥图案。68号亚美尼亚馆主立面的顶部是描绘古捆和风雨之角雕塑作品。2003年起，亚美尼亚展览和商业中心在这里开始运作，并附设名为亚拉拉的亚美尼亚餐厅。71号俄罗斯馆，其中央立面装饰有6根柯林斯柱式圆柱门廊向外伸展，上嵌苏埃俄罗斯1954年的国徽和风雨之角。目前这里是莫斯科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之一。在各加盟共和国展馆中，地位最特别的莫过于和正门中央馆一样，同样位于中轴线上的乌克兰馆。展馆工程由成长于乌克兰的赫鲁晓夫亲自督工。该馆是整个国金成就展中规模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馆，高度达到42米。入口拱门的框架是带有西柚彩陶花卉图案的花环，立面中央是苏维埃乌克兰的国徽。入口两侧有2根旗杆柱，分别代表1654年和1954年，纪念乌克兰哥萨克加入俄罗斯300周年。由于现在的乌克兰政府在2014年完全放弃了场馆，目前这里的展览被规划为斯拉夫文学主题。整个一圈走下来，你也许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展馆的状态越原汁原味，岁月感越强的国家，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越不理想。反之，整修一新，甚至换上独立之后新国徽的国家场馆，却同俄罗斯关系紧密。当你正沉浸在1954年的氛围中时，转身往东，看到的却是所有罗曼诺夫沙皇的集体合照。57号馆常设由东正教会主办的俄罗斯我的历史展览。第3期 vlog 里的故事线索人物尼古拉2世力压彼得1世占据了 C 位。不过彼得1世也有自己专属的展览350周年。再向北走，就能来到中轴线上第2个广场工业广场。这里最显眼的不再是喷泉，而是一架将近40米高的火箭。这就是在人类航天史上划时代的东方号运载火箭。同系列的版本曾经发射过人类第1部星际探测器月球1号，还搭载过加加林，实现人类第1次进入太空的壮举。游客可以走到火箭正下方的平台上，抬头仰望巨大的发动机喷嘴。东方号的正后方就是32号展馆，有着航天飞机机护外观和意大利教堂般穹顶的宇宙馆。广场一侧的入口是一个环绕玻璃幕墙的拱门，上嵌苏联国徽，两侧柱塔上还有机器操作员和收割机驾驶员的雕塑。在东方号火箭的西侧还有1975年3月首飞的雅克斯2飞机，是与波音727同等的3发100系中程窄体客机，在苏联民航的支线航线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国金成就展园区中的各场馆，除了各国贸易展览中心入驻的之外，主题博物馆性质的都会在每周一休息。不少主题博物馆会收取300到500卢布不等的门票，会有针对儿童和家庭的优惠票，以及每月第3个周日的免票日。
因为时间有限的原因，我这次游览范围仅占到整个国金成就展园区面积的1/8左右。如果大家在旅行时有充分的时间，不妨抽空来走走。这里也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配备全面汉语导览内容的旅行区域。接下来是本期要做的第2件事：如何在2个半小时之内欣赏完莫斯科的中心区域，心率还不超过130？答案就是莫斯科河游船，力生依然在俄罗斯正常营业。同时拥有10艘透明天窗游船船队，一年365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都发班运行。发船时刻一到，游船准时离开码头。请大家注意，游船上的餐饮服务不包含在1600卢布的船票之内，如果想要用餐，需要另外花钱。游船在莫斯科河上会弯3个弯，穿过普列斯尼亚、阿尔巴特、哈莫夫尼基、特维尔和塔甘卡等区。作为莫斯科和俄罗斯之行的最后一项，接下来就请大家随着我的镜头，再看看晚上的莫斯科在灯火的映衬下又有什么新风景和新氛围，把这些画面存在心底，带回上海。На все деньги купил целое море цветов. Миллион алых роз.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 Кто влюблен и всерье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 превратит в цветы. Миллион алых роз.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 Кто влюблен и всерье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 превратит в цветы. Утром ты встанешь у окна, может, сошла ты с ума, как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на. Площадь цветами полна, холодеет душа. Что за богач здесь чудит, а под окном чуть дыша бедный художник стоит. Миллион алых роз.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 Кто влюблен и всерье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 превратит в цветы. Миллион алых роз. Из окна видишь ты. Кто влюблен и всерьез свою жизнь для тебя превратит в цветы. Встреча была коротка, в ночь ее поезд увез, но в ее жизни была песня безумная роз. Прожил художник один, много он бед перенес, но в его жизни была. 终于到了真正返程的时候，在去机场之前，我先到了距离酒店不远的购物中心 Avia Park， 准备带些特产回国。这里也有一个欧尚超市，非常方便。
我意外发现了在莫斯科也许是最便宜的吃饭方法，那就是在超市买一份以100克为单位的话，鸡腿47卢布，炒茄子50，炒蘑菇60，小菜和沙拉也在30到60之间，真的是非常懊恼，到最后一天才发现这一点。Avia Park 直通穹顶的圆柱水族箱也很值得一看。20.31米高的它，在2015年拿到了世界最高圆形水族馆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第4期聊莫斯科地铁的时候，有朋友在留言中提到了白俄罗斯火车站的立面大气而精致，而机场快线的入口就是在北翼。只是走进来之后会发现轨道正在整修，观感和秩序会稍微有一些混乱。从白俄罗斯火车站到谢列梅捷沃机场的机场快线列车是瑞士制造商施泰德 KISS 系列的双层列车，我也特地选择了2层的座位来体验。行驶过程十分平稳，不过平均时速还是像从多莫捷多沃来时候一样，不到70。下车之后跟着人流出站，我又回到了熟悉的 BC 航站楼之间往停车场的通道中。值机完成之后过好安检，已经能远远的看到即将带我回上海直飞 SU208 的波音 77W。2020年2月，也是同一趟航班把我从当时已经兵荒马乱的欧洲带回了国内。在这一刻，这3年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不过下一秒发生的事却又把我拉回了现实。C 航站楼人行通道2侧的免税购物区居然被1人多高的黑色铁栅栏完全封住，货架上空空如也，只剩航班信息牌在工作。登机之前，我幸运地看到了谢列梅捷沃机场壮丽的夕阳。回程的航班上座率比来的时候明显高了不少，完全没有整排可以躺下的座位了。女士们，请上，晚上好。餐食方面，第一餐是晚餐正餐，提供蒸鱼配面以及鸡肉配米饭，同样有餐包、列巴甜点和沙拉，味道不错。只是因为预制的原因，面条过于软烂。鸡胸肉薏仁沙拉味道还是挺不错的。餐后我要了红茶配柠檬片。第2天早上的餐食是小米粥或果酱松饼。到这里，我的整个俄罗斯之行就向大家介绍完了，整整120多分钟，6期内容，不知道有没有带给大家一些关于俄罗斯的新故事、新信息和新感受呢？下一期我的视线将转回国内，将推出全新的内容系列《神州24小时》，分享我在包邮区或其他区域的周末短途行程。即将呈现的是香港老友 Steven 时隔3年通关之后来到内地的第1次旅行，而目的地也是和香港一样，同样拥有早茶文化的江苏泰州。这里也是梅兰芳先生的祖籍地和人民海军的诞生地，敬请期待。我们下期见喽，До свидания。